随美军罗斯福号航母到访越南的是一艘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邦克山号。对于这个名字，我们并不陌生。近年来，邦克山号多次进入南海海域，非法抵近中国南海岛礁进行挑衅和侦察。那么，美军此次派出邦克山号跟随航母访问越南，它在南海航行期间会否再进行一些挑衅行动？此外，菲律宾宣布即将终止与美国签署的访问部队协议。美国此时极力拉拢越南，是否意在为军舰在南海活动寻找新的落脚点？近期有美国媒体报道，美海军一架 P-8A 海神巡逻机在关岛以西约380英里的菲律宾海域执行巡航任务时，被中国海军舷号为161的驱逐舰用激光照射。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回应道，美国媒体的报道与事实不符。2月17号，中国海军编队在公海组织例行演练期间，美军一架 P-8A 型反潜巡逻机不顾中方多次警告，抵近中方舰艇编队实施长时间低高度绕飞侦察。在与美机相遇的全过程中，中方舰艇的操作是安全、规范、专业的，符合有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相反，美机行为在意图上是不友好的，在操作上是不专业的，对双方舰机及人员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外界分析指，美方针对中国在远海训练的舰艇进行不友好的抵近侦察，与近年来频频派出舰艇和飞机抵近中国南海岛礁的无理做法如出一辙。3月5号，美国海军罗斯福号航母和邦克山号导弹巡洋舰抵达越南岘港访问，其中邦克山号就曾多次在南海搅局。邦克山号是美国海军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的6号舰，于1986年9月20号正式服役，服役时间已经超过33年。邦克山号呢，隶属于美国海军第3舰队，母港设在美国本土西海岸的圣迭戈军港。但是呢，近年来该舰的身影在亚太地区经常出现。那么它在美国海军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多次现身南海又有何企图呢？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全长173米，舰宽16.8米，吃水9.7米，满载排水量约为9500吨。它的主机呢是4台通用电气 LM2500燃气轮机，最大航速32.5节，续航力为20节时6000海里，30节时3300海里。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的傲人之处呢是多功能性，防空、反潜、反舰、对陆全能，既可以作为航母编队、2栖编队的贴身保镖，也可以担任驱逐舰舰群的旗舰。曾任邦克山舰舰长的加里斯纳布齐曾说过，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当中，邦克山舰发射过27枚战斧巡航导弹，数量超过了美国海军任何其他舰艇。那么这就得益于提康德罗加级从第6艘开始装备了2套 Mk41垂直发射系统，分别位于军舰的首部舰桥前方的甲板下和尾部直升机平台后面的甲板下，共有122个发射单元，可以根据不同的任务装填标准2、标准6监控导弹、标准3反导导弹、战斧巡航导弹、垂直发射型阿斯洛克反潜导弹、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等等。此外呢，舰上还装有2座127毫米 Mk45舰炮、2座密集阵近防武器系统、2座4联装鱼叉反舰导弹发射架、2座3联装 Mk32反潜鱼雷发射管，其强大的火力可见一斑。因此呢，美国海军赋予了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很高的使命，以对付空中饱和攻击为主要任务，为航母编队提供区域防空能力，同时呢，兼顾编队区域反潜和对海作战能力。除了火力之外呢，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的舰载雷达电子系统也非常强大，包括一套 SPY-1AB 多功能相控阵雷达，一部 SPS-49V6 2座标对空搜索雷达，一部 SPS-5355 对海搜索雷达，一部 SPS-64V9 导航雷达，一部 SPQ-9A 对海搜索舰炮火控雷达，以及一部 SQR-19 战术拖曳阵声呐等等。对海对空的搜索能力都十分了得。由此可见呢，我们对邦克山号现身南海海域一点都不能轻视，它很有可能在暗地里进行侦察。除此之外，在目前的美军航母编队当中，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还经常充当大脑中枢的角色。这是因为当航母专注于指挥舰载机作战时，没有多余的精力顾及编队作战。而提康德罗加级舰上呢，装有大量的指挥通信系统，并且搭载了众多的司令部人员，能够将汇集的各种平台的信息进行快速的分析，形成有效的作战方案，然后呢再分发给其他舰艇去执行。
像伯克级驱逐舰呢，虽然它的技术很先进，单舰战斗力很强，但是如果没有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的指挥，就形不成合力，只能够各自为战。不过呢，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舰体已经是老兵了，即使延寿，也服役不到2040年以后。近年来呢，美国海军也一直在寻求它的接替者。实际上，美国海军舰艇目前能在南海横行，还依靠着新加坡、菲律宾这2个重要落脚点。新加坡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特别重要，它是卡在了马六甲海峡上。那么这个海峡的话，是等于是世界级的战略选段。如果在这个地方控制住了这个海峡的话，等于把这印度洋到太平洋之间的这个航线就给美国控制住了。美国海军使用樟宜基地，可以方便地通过南海和安达曼海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从其海运航程看，从新加坡北上航行至千岛群岛，或西进航行至阿拉伯海，7天之内便可抵达；而航行至冲绳及台湾周边海域只需4天，航行至南海中部为2天。如果需要的话，部署在新加坡的美国舰只在24小时内即可控制整个马六甲海